你可能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努力，但为什么还是无法突破？为什么那些精英们似乎总能轻松成功，而你却在原地打转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问题不在于你付出的努力，而在于你思考的方式？答案就在你的脑子里。斯坦福大学的卡罗尔·德维克教授说过，决定人与人差异的不是天赋，不是勤奋，而是思维模式。这话一针见血。你以为自己在努力，殊不知你只是在重复同样的错误。你在为生存而挣扎，而那些精英们却在为理想而奋斗。差别在哪里？就在于思维方式。接下来，我将揭露那些精英们不愿与你分享的7大思维武器。这些秘密足以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你的人生轨迹。但我警告你，一旦了解这些秘密，你将无法再像从前那样生活。你的眼界会被打开，你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。故事思维。你还在用枯燥的数据和逻辑说服别人吗？精英们早就掌握了一个秘密，人类天生就是故事的奴隶。一个好故事胜过1000万个冰冷的数据。为什么？因为故事能唤起情感，而情感才是驱动人类行为的真正力量。想听个例子吗？公元208年，曹操面临选择继承人的难题。无数谋士都给出了冠冕堂皇的建议，但只有贾诩用一个简单的故事就搞定了一切。他讲述了袁绍和刘表的教训，一个阴历幼子导致兄弟相残，一个阴历幼子最终举州投降。故事一出，曹操立刻心领神会，果断立长子为世子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故事的力量。它不需要长篇大论，不需要说教，只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比喻，就能直击人心。你还在用那些无聊的 PPT 说服老板吗？学会讲故事，你的提案通过率至少翻倍。下次开会时，不要再列举那些乏味的数据，而是讲一个与你提案相关的故事，让你的听众感同身受，让他们在情感上认同你的观点。记住，人类是感性的动物，先打动人心，才能说服人。鬼谷子说过，说者听，必合于情，这才是沟通的最高境界。但是，不要以为随便讲个故事就行了。一个好的故事需要有以下元素：一、主角，让你的听众能够带入的角色；二、冲突，没有冲突就没有故事；三、情节，有起承转合，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；四、转折，出人意料的转折能让故事更加吸引人；五、启示，好的故事通常都有一个启示或教训。让我给你一个具体的例子。假设你是一家科技公司的产品经理，你想说服老板投资一个新项目。你可以这样开始。想象一下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每天花几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上浏览信息，但总觉得信息太杂乱，无法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。有一天，他偶然发现了一个应用，这个应用能够根据他的兴趣智能推荐高质量的文章和视频。从此，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的知识快速增长，工作效率大幅提升，甚至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。这个年轻人就是我们的目标用户，而那个改变他生活的应用，就是我们即将开发的产品。看到了吗？这个故事不仅说明了产品的功能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展示了产品如何改变用户的生活。这比单纯列举产品特性要有说服力得多。现在停下来思考一下，你最近一次成功说服别人是什么时候？你用的是冰冷的数据，还是生动的故事？如果你还在用数据堆砌，那么你已经落后了。
从现在开始，训练自己用故事思维来看待世界，你会发现，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变成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。实践练习，今天尝试用一个简短的故事来描述你的工作或你的产品。记住，重点不是细节，而是这份工作或产品如何改变了某人的生活。练习这种思维方式，你会发现你的沟通能力会有质的飞跃。2. 利他思维。你以为精英们是靠自私自利赚钱的？大错特错。最顶级的赚钱思维恰恰是利他。不信，看看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例子。1973年，日本经济危机，订单锐减 90%， 其他公司都在裁员，稻盛和夫呢？他不仅没裁员，还照发工资。结果呢？员工感恩戴德，主动加班，公司反而渡过难关，最终成为行业巨头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稻盛和夫说，一切成功都归结于利他之心，这话一点没错。你还在想着如何从别人口袋里掏钱？太低级了。真正的高手是想着如何为别人创造价值。当你为他人打伞时，这把伞终将成为你的庇护；当你为他人铺路时，这条路最终会成为你的康庄大道。记住，极致的利他才是最高级的利己。但是别误会了，这不是让你傻乎乎的付出而不求回报。利他思维的核心是通过为他人创造价值来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。这是一种更高级、更持久的赚钱方式。想想看，为什么有些公司能够长盛不衰，而有些公司昙花一现？区别就在于他们是否真正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问题。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公司，可能会在短期内获得高额利润，但最终会失去客户的信任。而那些真正为客户着想的公司，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利润较低，但会赢得长期的忠诚和口碑。让我给你举个例子。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·贝佐斯曾说过，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客户身上，并相信如果我们做对了事情，结果自然会跟着来。正是这种利他思维，让亚马逊从一个小小的网上书店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台。贝佐斯坚持客户第一的理念，即使在短期内可能会损失利润。比如，亚马逊的一键下单专利技术本可以独占使用，但贝佐斯选择向其他公司开放，因为他相信这能为客户创造更好的购物体验。结果如何？亚马逊不仅没有失去市场，反而因为用户体验的提升，赢得了更多客户的信赖。现在，我要你立即行动起来，列出你能为他人创造的3个价值点，可以是为你的客户、你的公司，甚至是为你的家人。然后想想如何将这些价值最大化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当你真正开始为他人着想时，财富会自然而然地向你靠拢。实践步骤： 1. 识别价值，列出你的技能、知识或资源中可以为他人创造价值的点。 2. 定义目标群体，确定谁最需要这些价值。 3. 设计方案，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传递这些价值。 4. 执行并反馈，开始行动并密切关注反馈。 5. 调整优化，根据反馈不断改进你的价值提供方式。记住，真正的利他不是一次性的付出，而是持续不断地为他人创造价值。
当你养成这种思维习惯，你会发现机会和财富会主动找上门来。3. 上游思维。你还在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救火吗？真正的高手从不解决问题，他们消灭问题。怎么做到的？上游思维。听说过约翰·杜威吗？就是那个被誉为美国教育之父的家伙。他上学时班里蚊子成灾，同学们带来各种灭蚊工具，他却带了把镰刀。结果如何？当其他人忙着打蚊子时，杜威直接砍掉了窗外滋生蚊子的杂草。一劳永逸，问题根除。这就是上游思维的威力。不要像个傻子一样到处打地鼠，要找到并铲除地鼠的老窝。记住，普通人改变结果，精英改变原因，顶级高手改变思维。你是哪一种？上游思维不仅能解决问题，更能预防问题。它要求你跳出当前的困境，从更高的角度审视问题。这种思维方式能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，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。让我给你一个更现代的例子。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·马斯克就是上游思维的大师。当其他汽车制造商还在研究如何提高燃油效率时，马斯克已经在思考如何彻底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。他没有局限于改进现有的汽车技术，而是重新定义了汽车这个概念。结果如何？特斯拉不仅成为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导者，还推动了整个汽车行业的变革。这就是上游思维的力量。那么，如何培养上游思维呢？以下是几个具体步骤。1. 定义真正的问题，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，要找到问题的本质。2. 放大视角，跳出当前情境，从更高的层面看问题。3. 追根溯源，不要只关注症状，要找到问题的根源。4. 预测未来，思考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，长期会造成什么后果。5. 创新解决方案，不要局限于现有的解决方式，要敢于打破常规。现在，我要你思考一下你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。不要急于寻找解决方案，而是问问自己，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？如果我能回到问题发生之前，我应该做些什么来预防它？这就是上游思维的精髓。实践练习，选择你工作或生活中的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，用上面的5个步骤来分析这个问题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当你用上游思维来看待问题时，解决方案往往会变得显而易见。记住，上游思维不仅能解决当前的问题，更能帮你预防未来的麻烦。掌握这种思维方式，你就能从一个被问题困扰的人变成一个终结问题的高手。4. 互利思维，还在傻乎乎地以为真诚就能建立好关系，太天真了。精英们的社交秘诀是什么？互相利用。没错，就是互相利用。别露出那副震惊的表情。世上最紧密的关系是什么？是泥土和树苗。树苗吸收泥土养分成长，落叶腐烂又滋养泥土，这才是真正的共生关系。看看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。乔布斯利用沃兹的技术才华，沃兹利用乔布斯的营销天赋。结果呢？创造了科技史上的奇迹。记住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当你能为别人创造价值时，你就是最受欢迎的人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。相反，互利思维要求你时刻思考，我能为对方提供什么价值？我们如何实现双赢？想要建立强大的人脉网络，你需要做到以下几点：1.
一、主动提供价值，不要总是索取，要学会先给予。二、成为连接者，将有需求的人和能提供帮助的人联系起来。三、保持长期思维，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利益，要着眼于长远的关系。四、学会换位思考，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，了解他们的需求和痛点。五、持续学习和成长，只有不断提升自己，才能为他人提供更多价值。让我给你举个例子。LinkedIn 的创始人里德·霍夫曼就是互利思维的大师。他在创建 LinkedIn 之前，就一直在硅谷建立自己的人脉网络。他的秘诀是什么？永远想着如何为他人创造价值。霍夫曼有一个习惯，每次见新的人，他都会问自己3个问题：一、我能为这个人做什么？二、我认识的人中，谁可能对这个人有帮助？三、这个人的哪些经验可能对我有启发？正是这种互利思维，让霍夫曼在硅谷建立了强大的人脉网络，这也为 LinkedIn 的成功奠定了基础。现在，我要你做一个练习。拿出你的手机，翻开通讯录，找出5个你最重要的联系人，思考一下你能为他们提供什么价值，然后付诸行动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当你主动提供价值时，回报往往超出你的预期。具体的行动步骤：一、列出清单，写下你的5个最重要的联系人。二、分析需求，思考这些人目前可能面临的挑战或需求。三、匹配价值，考虑你的哪些资源、技能或人脉可以帮助他们。四、制定计划，为每个人设计一个具体的价值提供方案。五、执行并跟进，实施你的计划并关注效果。记住，互利思维不是一次性的行为，而是一种持续的习惯。当你养成这种习惯后，你会发现你的人际关系网络会自然而然地扩大和加强。最后，我要强调的是，互利思维的核心是真诚。不要把它当作一种操纵的手段，而应该视为一种共同成长的方式。只有真诚地为他人着想，你才能建立起真正有价值的人际关系网络。五、复盘思维。你以为活了很多年就有很多经验，大多数人不过是重复了同一天几千次而已。真正的高手每天都在进化。怎么做到的？复盘。财经界大佬豪威尔每周都会问自己3个问题：我这周做对了什么？做错了什么？如何改进？就这么简单，但效果惊人。普通人在不断重复错误，而他却在不断进化。每天睡前放下那该死的手机，花15分钟复盘你的一天，把经历变成经验，把失误变成教训，这样你的人生才不会是一场无意义的重复。但是复盘不是简单的回忆，有效的复盘需要遵循以下步骤：一、客观描述，回顾今天发生的关键事件，不带任何主观评价。二、主观感受，诚实面对你的情绪反应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。三、分析原因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？哪些因素起了作用？四、总结经验，从中学到了什么？有什么新的认识？五、制定计划，根据总结，如何调整明天的行动？让我给你一个具体的例子。假设你是一名销售经理，今天你有一个重要的客户会议，但最后没有成功签约。普通人可能会觉得沮丧，然后继续下一个客户。但是，如果你运用复盘思维，你的思考过程可能是这样的：一、客观描述，今天与 A 公司的会议持续了2小时，我介绍了我们的产品，回答了客户的问题，但最后客户说需要再考虑考虑。二、主观感受，我感到有些失望，
因为我本以为这次会谈会很成功。同时，我也感到有些疑惑，不确定哪里出了问题。3. 分析原因。我可能没有充分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。我的产品介绍可能过于技术化，没有突出客户关心的点。我可能没有有效处理客户的疑虑。4. 总结经验。需要在会议前做更多的客户背景调研。要学会用客户的语言来描述我们的产品。需要提高处理客户异议的能力。5. 制定计划。明天花1小时研究公司的背景和需求，重新设计产品介绍，突出客户利益点，列出可能的客户疑虑，并准备应对方案。看到了吗？通过这样的复盘，你不仅能从失败中学习，还能为下一次机会做好准备。这就是复盘思维的力量。现在，我要你立即行动起来。拿出纸和笔，按照上述步骤复盘你的今天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短短15分钟的复盘，能让你对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有全新的认识。记住，复盘的目的不是自责，而是成长。不要纠结于过去的错误，而要专注于如何在未来做得更好。养成每天复盘的习惯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进步速度远超想象。6. 老板思维。还在抱怨工作辛苦，老板压榨，太幼稚了。精英们的秘密是什么？他们不为老板工作，他们把自己当成老板。有个叫刘同的作家，刚毕业时在电视台工作，同事们都在偷懒，他却每天拼命工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懂得一个道理，你不是在为别人工作，你是在为自己的简历工作。几年后，同事们还在原地踏步，他已经成为副总裁。记住，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薪水，更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价值。你的每一份工作都是你人生的一个项目。以老板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你离成为老板就不远了。但是，老板思维不仅仅是工作勤奋，它包括1. 全局思维，不要只关注自己的工作，要了解整个公司的运作。2. 主动担责，不要等待指令，主动发现并解决问题。3. 结果导向，不要只关注过程，要更注重最终的结果和价值。4. 持续学习，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，保持对行业的敏感度。5. 团队意识，学会激励和带领他人，而不是单打独斗。让我给你举个例子。有个叫乔纳森的年轻人，刚进入一家科技公司做程序员。他注意到公司的代码审核流程非常低效，每次都要花费大量时间。普通员工可能只会抱怨这个流程有多糟糕。但乔纳森不同，他开始思考，如果我是老板，我会如何改进这个流程？他花了几个周末的时间，开发了一个自动化代码审核工具。这个工具不仅大大提高了效率，还减少了人为错误。当他向老板展示这个工具时，老板惊呆了。不到1年，乔纳森就被提拔为技术主管，负责公司的开发流程优化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老板思维的力量。当你开始像老板一样思考问题时，你的价值就会被充分认可。现在，我要你做一个小测试，列出你目前工作中的5个主要职责，然后问自己，如果我是老板，我会如何改进这些工作？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当你用老板的眼光看问题时，你会发现许多之前忽视的机会。具体行动步骤：1. 列举职责，写下你的5个主要工作职责。2. 老板视角，假设你是公司老板，这些职责对公司的价值是什么？ 3. 效率分析，哪些环节可以提高效率？ 4. 创新思考，
有哪些创新的方法可以完成这些任务？5、价值提升，如何让这些工作为公司创造更多价值？记住，老板思维不是为了讨好你的上司，而是为了培养你的领导能力和战略思维。当你真正掌握了老板思维，你就会发现，你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，而是一个主动的价值创造者。7、长期主义。你还在幻想一夜暴富，实现人生逆袭？醒醒吧！真正的高手都是长期主义者，他们不在乎一时的得失，只在乎长期的积累。诗词大会冠军雷海为10多年如一日背诵古诗，最终在全国舞台上一举成名。当别人嘲笑他浪费时间时，他只是默默坚持。结果如何？他成功了，而那些嘲笑他的人呢？还在为一份外卖的小费斤斤计较。记住罗振宇说的话，不管你多么平凡，只要坚持长期主义，你终将成为时间的朋友，成为那个站在风口浪尖的人。长期主义者有以下特点： 1、耐心，他们明白真正的成功需要时间。2、持续投资，无论是知识、技能还是人际关系，他们都在持续投资。3、复利思维，他们懂得小的进步累积起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。4、抗压能力，他们能够承受短期的挫折，因为他们相信长期的回报。5、自律，他们能够抵制及时满足，专注于长远目标。让我给你一个更现代的例子，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·贝佐斯就是长期主义的典范。在亚马逊成立的头几年，公司一直在亏损。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嘲笑亚马逊是亚马逊 Go 已经完蛋的亚马逊，但贝佐斯坚持他的长期战略。他说，如果我们用3至5年的视角来看问题，我们可以做出与用6至12个月视角完全不同的决策。他持续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客户体验，即使这意味着短期内的亏损。结果如何？亚马逊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台，还在云计算等多个领域占据领先地位。现在，我要你思考一个问题：5年后的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列出3个具体的目标，然后倒推回现在，你每天需要做些什么来实现这些目标？这就是长期主义的精髓。具体行动步骤：1、设定远景，想象5年后的自己，列出3个具体目标。2、里程碑，为每个目标设定年度里程碑。3、月度计划，将年度里程碑分解为月度计划。4、每日行动，制定每日必做的行动清单。5、定期复盘，每月回顾进度，必要时调整计划。记住，长期主义并不意味着你要忽视当下，相反，它要求你更加珍惜每一天，因为你知道每一天的积累都在为你的长期目标服务。当你真正理解并实践长期主义时，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焦虑的短期波动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你会有更强的定力，更清晰的方向，更坚定的信心。现在你已经了解了这7大思维武器，但知道不等于拥有，拥有不等于熟练运用。从现在开始，每天练习一种思维，1周之后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记住，不思考的头脑就像没开垦的荒地，潜力巨大，却毫无用处。今天就是你开始改变的最好时机，因为你的对手早就开始了。还在犹豫吗？那么，请继续你普通的人生吧，继续羡慕那些精英，继续抱怨命运的不公。而真正懂得把握机会的人，早就行动起来了。你的选择决定你的命运，现在就是你人生的转折点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让我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，世界不会因为你的努力而停下脚步。当你还在犹豫要不要改变时，别人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当你还在为一时的得失而纠结时，别人已经在为未来布局了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些道理我都懂，但是实践起来太难了。没错，改变确实很难。但是，难道保持现状就容易吗？难道被时代抛弃就不痛苦吗？记住，痛苦是不可避免的，你唯一能选择的是，为了成长而痛苦，还是为了原地踏步而痛苦。现在，我给你一个行动清单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执行。一、用故事思维复述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。二、为身边的一个人做一件利他的事。三、用上游思维分析你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。四、主动为你的一个重要联系人提供价值。五、花15分钟复盘你的一天。六、用老板思维审视你的工作，找出一个可以改进的地方。七、为你的长期目标做一件小事。坚持30天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你的思维方式、行为模式，甚至是人生轨迹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。但是我必须警告你，这个过程并不容易。你会遇到挫折，会有想放弃的时候。这很正常，因为你正在挑战你的舒适区，正在重塑你的思维模式。记住，每一次你想放弃的时候，就是你即将突破的时候。坚持下去，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困扰你的问题会变得如此渺小。记住，时间不会等人，机会稍纵即逝。如果你现在不行动，那么1年后的你可能会后悔今天的决定。5年后的你可能会为今天的懦弱而痛苦。10年后的你可能会因为今天的犹豫不决而遗憾终生。但是，如果你现在就开始行动，1年后的你会感谢今天的决心，5年后的你会为今天的勇气而自豪，10年后的你会因为今天的选择而收获丰厚的回报。现在就是你改变命运的最好时机。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问问自己，我准备好了吗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就立即行动吧。你的精彩人生就从现在开始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